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現在在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今天來陽明山爬山，第一個行程結束之後，在這邊休息了一下。那接下來我第二個行程要從遊客中心對面的第二停車場走往杜鵑花園，然後造訪陽明山士林炮地紀念公園、草山行館、湖山綠地，然後一路走到陽明山公車總站，再從那邊搭遊園公車回到我停車的地方。那我現在就出發了。游客中心的對面是第二停車場。這裡應該是陽明山國家公園最大的停車場。我從這裡進入杜鵑花茶園。現在不是杜鵑花的花季，所以能看到風景就是這樣子了。既然現在不是花季，所以我就走最旁側的這邊的步道，因為這邊有樹蔭，走來比較涼快。我抵達觀景亭，這是紗帽山、七星山。那我要從這邊走往陽明山士林炮陣地紀念公園。前面有岔路，右岔路也是通往杜鵑花茶園，所以這邊是很多步道都是相通的。我要在這邊取左行，往士林炮陣地。啊！陽明山士林炮陣地紀念公園現在封閉了。現在我陷入天人交戰，這邊是有圍欄，但是沒有寫禁止進入，也沒有任何施工的公告，但是旁邊有一條很明顯的小徑可以進去。那我該怎麼辦？我丟銅板好了，如果有錯是銅板的錯，不是我的錯。啊，感謝銅板。這是陽明山士林炮陣地紀念公園。這是當年駐守這邊的阿兵哥的軍舍。這軍舍裡面設有通鋪，是上下2層。前面這裡有一座崗哨。那這裡就是士林炮陣地。這邊有談到士林炮陣地沿革。民國39年之後，蔣介石總統每年端午節至中秋節這段夏季期間，會來到陽明山的草山行館避暑，為保護國家元首的安全。當時在陽明山部署空軍士林炮連的炮陣地，以保護草山行館。這是已經退役的士林防空炮，那旁邊的兩側，這都是放置彈藥的彈藥庫。我也差不多4、5年沒有來了。崗哨這裡有一條步道可以通往湖山路一段，我以前是走這條步道上來的，但是我現在擔心，如果走下去，萬一那邊的步道入口寫着禁止通行的話，那我又得爬回來了。所以我還是原路走出去。我現在離開士林炮陣地了。沒想到僅僅5年之間，當時風光設立的這個溜滑梯，給小朋友來這邊玩耍，但是現在荒廢了。
我現在繼續往下走。現在走的這一條寬闊的步道是拖炮路。防空的炮彈就是從這條馬路托運上來的。我走下來了，來看一下士林炮陣地。這邊也封閉了。我現在走往草山行館，右側這裡有日式宿舍，湖山路一段48號。旅行遇見一隻迷路的，你是柴犬還是秋田犬？我要從這裡取右行，走往陽明公園的大門口。草山行館在那附近，不過 Google 地圖是標示目前暫停營業，還是去看看。走到這裡，我就改走車道。草山行館在前面那裡，前面是陽明公園的大門口。我要在這邊取左行，進入新生街。草山行館每週一公休。這邊有很多日式宿舍。這一棟建築 ，Google 地圖現在標示為 AIT 舊招待所。今天草山行館沒有開放，但沒有關係，畢竟我不是專程前來，我是順路經過，看看外在的建築也不錯，至少到歷史現場感受一下那個氛圍。所以沒有進入參觀，也不是很大的遺憾。畢竟我是台北人，要上陽明山很方便。草山行館，這是蔣介石總統來到台灣第一個行館，後來才有所謂的士林官邸及更晚期新建的中興賓館。草山行館內部裝修調整，暫停對外開放，所以也不完全是因為今天星期一的關係。陽明山舊稱草山，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那草山改為陽明山，就是因為蔣介石總統住進草山行館之後才改名的。那改名的原因，當然有流傳一個笑話，是說蔣介石住進這裡以後，問他的隨扈人員說這個地方地名是什麼？那隨扈回答說這裡是草山。那蔣介石總統就眉頭一皺。那我住在這裡不就是落草為寇了嗎？所以他就決定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所以現在我們熟悉的說法就是陽明山，但是可能是基於尊重歷史，所以現在這裡市定古蹟是定名為草山行館，不是陽明山行館。草山行館旁邊還有很多日式宿舍，當年就作為隨扈人員的宿舍，以保護元首安全。旁邊的舊宿舍現在都已經整修完畢了。雖然不能入內參觀，但至少可以看看外觀。下面這裡還有一棟，哇，這裡有一棵老樹，算是樹抱石老樹。我要離開草山行館了。
我現在就沿着湖山路一段走往陽明山公車總站。我現在離開車道，還是走人行專用道前往公車總站。哎，今天遇到粉絲，嗨，幸會，幸會。嗨，幸會，謝謝你。前面這裡有地下道，穿越馬路往公車總站。我抵達陽明山公車總站了。沒關係。那我現在就要在這邊搭陽明山108有緣公車回到我停車的地方了。那我今天的陽明山4零炮陣地草山行館之旅就到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